不知道 Google 会不会把我 ban 掉啊？怎么办？不知道会不会变成 Google 黑名单啊？这样讲可以吗？嗨，各位，我是陈。最近 iPhone 15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但是以往9月才是 iPhone 发布的月份，所以今天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讲一下 Google Pixel Fold。因为怕讲太多，所以就直接用几个简单的问题，还有我的心得，来聊聊我梦到使用 Google Pixel Fold 这台折叠机的看法。当然，你可以觉得我在唬烂了，但是呢，就给大家参考参考咯。好，第一个问题 ，Google 真的有折叠机吗？有，而且已经存在非常久了。其实我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经用过了，所以看到 PTT 在讲啊，或者网络上在聊，还有一些奇怪的渲染图，就会觉得蛮有趣的，有点像是已经知道答案的老师在看一群考生还在猜题目的感觉。第二个问题，外观长得怎样？之前有人画过的渲染图，大概对个3层吧。背面镜头模组的部分大致相同，但是折叠萤幕还有萤幕的比例全错。经过半年的更新嘛，大家都知道，之前只有出到 Pixel 6，所以主镜头的背面设计就用它的。那现在出到 Pixel 7，所以就沿用同样的设计语言，所以合理啦。那外观的部分，最近流出来这几张，它的比例还有主萤幕就完全正确，甚至最近 Twitter 有流出的影片。就基本上完全正确了，所以外观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啦。好，第3个问题，用起来如何？先说我是一个小手机的爱好者，现在用的手机呢还是 iPhone 12 mini， 所以我当初拿到的第一个想法是，有点重，而且有点厚。如果我把我的 iPhone 12 mini 的原厂壳拿掉，它就有点像是2只 iPhone mini 叠在一起的感觉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它的萤幕真的很大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折叠手机，那真的会觉得说，哇，那个大萤幕真的是蛮厉害的，真的是差很多啊，流畅度啊，或是逛网页萤幕大小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折叠手机的优势嘛。好，那第4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缺点？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折痕嘛，基本上是大家的通病，每一家厂商做的折叠机或多或少都会有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折叠萤幕的一些瓶颈啦，所以我觉得在折痕的部分也是无可厚非。那第2个问题就是发热，它的 CPU 嘛，大家应该对它的名声有口皆碑嘛，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过热，然后充电的时候温度也会比较高，可能是我当初用的版本系统问题。不过这部分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准备啦。接下来就跟大家有提到的重量，我觉得是跟 iPhone 12 mini 系列相比 ，mini 系列的重量本身就轻很多，所以相对大萤幕的 Pixel Fold 就觉得重不少。最后我觉得就是真心可以改进的地方啦，就是它的边框。如果大家有看到 Twitter 最近流出的那个图的话，那个正面边框的上下部分真的有点粗，我觉得应该不是2023年会出现的东西吧，但是应该是第1代设计的关系。虽然它萤幕比较大，看起来相对之下就可能比较不会这么明显，但是跟其他品牌比起来，就真的有落差。毕竟大家对 Pixel 期待特别高，今天你比别人晚出手机，但是边框又比别人粗这么多，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啦。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使用1个礼拜的心得。我觉得身为一个苹果的重度用户者，熊来用这个 Android 的手机，我觉得老实说，对 Pixel Fold 来讲是有点不公平的。但是平心而论，我觉得目前的手机发展已经有点到了瓶颈。每年的更新都在比说 CPU 有多快啊，拍照多漂亮啊，我的变焦有几倍啊，萤幕画质变多好。我觉得这没有不好，但是真正意义上使用者体验部分的更新，反倒是在折叠手机上面我才真的有感受到。原本想说 Android 有什么差别嘛，不就那样。但老实说，这种手机再加上平板的使用体验，真的是蛮不一样的。你不要打开的时候，它是一只正常的手机，但如果你今天要多开程式，或是更舒服的逛网页，就可以把手机打开来。为什么我喜欢用 iPhone mini？ 因为我知道，如果要大萤幕、要舒服看网页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 iPad 拿出来，就有良好的观看体验嘛。但是今天折叠手机的出现，就好像把这2个需求做结合，这才是真正实质意义上使用体验的创新。虽然现在因为电池的限制，折叠萤幕的折痕太重，没办法做太轻薄，或是价钱太高的问题，但是总要有人去尝试创新嘛。虽然可能曲高和寡，会烧很多钱，推出折叠手机就很像是单纯各家的技术火力展示，但是至少在这部分，我个人是蛮乐观其成的啦。而且在这1个礼拜使用起来，我自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。不得不说，
用大萤幕玩踩地雷真的是误案几率少很多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我梦到使用 Google Pixel 4的1个礼拜的心得。如果你对 Pixel 4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如果我可以回答你的话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订阅。我是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知道 Google 会不会把我 ban 掉啊？怎么办？这样讲可以吗？不知道会不会被删掉啊？这一部影片。好啦，就这样，不管了，拜拜。